大家好，我是小妖，我是阿玲。对，我们都喜欢 cosplay 好，可以拿下你的面具了，终于可以讲话。虽然我觉得看标题就知道你是谁了，对，再遮也没有用。我们只想要制造一个神秘感而已，这样希望大家有觉得这样非常有趣。好了，那我们来欢迎，我们来欢迎思思，欢迎思思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性骚扰防治法吗？其实我们想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然后看 coser 能不能多一点的自我保护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要到了，夏天很多妹子们或者是一些处女角的穿的比较清凉嘛。然后我多多少少都有听过有些人在场子上面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或事情，所以我们就找就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很常被骚扰，不是啦，就是。他其实横跨两个圈，就是人像圈跟 cos 圈的圈子。然后他听说也是个老屁股了，所以我相信老屁股一定经历的事情很多嘛。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说怎么样发现怪人，然后怎么样应对怪人。想说先问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从人像圈跨 cos 还是 cos 跨人像，还是同时进行。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其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会跑场次的，但我都是去当马内，然后跟拍照，然后跟当小迷妹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你这马内也太高级了吧？对啊，我想说你也太漂亮，也太漂亮的马内，就会扛一大堆包包那种。你这种就是那种经纪人比艺人好看。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说经纪人超美的，然后艺人后来是先跨人像还是跨 cos？ 对人像，因为我知道 cosplay 很花钱，所以我不敢直接进去玩，因为我知道我一玩可能就没钱了，然后就不持久，所以我想要等到赚到钱、存到钱，然后再认真的玩 cosplay 这样。那人像不用花钱，人像不是也是要一些制装啊？模特很少在花钱，大部分都是会有造型师、跟摄影师、跟团队带衣服。对。那我有好奇，那如果喜欢被拍照这种感觉的话，可以先从人像开始吗？可以，可是要忍受有很多丑照。对，他们会直接发照，对不对？我就讨厌直出，对不对？会直出，对不对？我觉得人像圈跟 cos 圈最大的差别是，人像圈的那个摄影师，他们不太喜欢模特去动他们照片。对。cos 圈是，如果你直出，也会延长。对。一开始我就有遇过，我跟人像摄影师合作拍 cosplay， 然后我看了之后，因为就有发夹跟一些我想要修掉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好啊，没关系，你修，但是我会 po 我的版本，你 po 你的版本这样。对。其实蛮尴尬的。所以之后我就不太跟人像摄影师合作 cosplay，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他们其实没那么了解角色。那你觉得哪一个圈子怪人比较多？展场圈，展场圈的快人比较多。对，因为我有涉及人像嘛，人像我也开始拍平面，拍了7、8年。那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很多就是很多事我都还没有跟你念。今天有2个小时时间可以跟你讲。我应该3天3夜讲不完。有2种，一个是本身还被分类耶，2种很多类型，很有经验，已经分类了。一个是本身真的有问题的，然后一个是他就是怪人，就是个性很奇怪。我懂，就是有2种，一种是他其实是不太好的，就是真的不太社交障碍、躁郁、忧郁，然后各种奇怪的人，就是看到你会摇头晃脑那一种。比如说他可能是这样状态的，那可能是修哥，他可能就会一直这样。这样对，然后就要往下，然后要蹭，然后我们就会一直退，就是知道他可能很奇怪很难沟通，那就不沟通了，就闪远一点这样。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个性很差的那一种。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展场摄影师就是会，我先来拍照哦，我要拍全身的、半身的，然后只拍哪的，也有，然后拍下面，这个都太明显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做了，因为有够明显。那有些就会在那边一直卡位，然后拍很久，又拿礼物，然后又不走，这种就是个性很差的那种。那你遇到怎么办？这种个性很差，例如说好，我就一直拍你，然后我说我还想要礼物拿了，然后我就在那边不走，那怎么办？你可以让吗？你会那么凶啊？你好凶啊！好看，超凶。因为你讲太客气，他们听不懂，他们会觉得我还可以再继续这样做，所以你曾经很客气过？没有效，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在旁边，然后继续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我都会说：你有付我钱吗？你没有付钱，你可以离开吗？你不是我老板。拿出2000块的说我现在付你。那你等我一下，还是那种。我要的是钱 ，OK。那如果说 cos 圈遇到你觉得最怪的摄影有吗？还是没有 ？cos 圈，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你讲的这个案例，我其实在 cos 圈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听到，我多半听到 cos 圈比较常见的就是他可能会低角度拍，想要拍你所谓的摄影师。因为 coser 在那个场次外面有时候会被围拍，尤其是如果是女角的话，会比较容易遇到。
对，有很多小的，就是比较年轻的 coser， 其实他们没有见过，或他们没有去过展场，所以没有见过那些展场摄影师。可是他们慢慢的已经去到场次了，所以在他们而言就是这些怪人，比如说会拿什么烂掉的东西给你吃，然后就是我有遇过他手上拿了一堆巧克力，都融化，给他拿到融化，就表情就是呵呵呵，给你呵呵这种的，但其实都是展场都出现过的，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来了，再见，闪远一点。所以是同样的人，因为他们知道 coser 小朋友们不认识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你说现在这些怪人开始有一点点转移到可能会去扣圈这样，他们让他拍，然后他们很多 coser 可能会觉得哇，这是我粉丝，其实，在人像圈或什么展场圈，可能已经是黑名单，对，但扣圈可能不。所以大家可能得要小心，就场子上可能会拍你的人，他的意图不见得是真的喜欢你的 cos， 有可能他是喜欢，但也有可能他是只是拿拍照当做一个接近你的一种方式。那你有听过有没有人遇过比较危险的事情？我真的蛮危险的。我之前好像有听过说，像旅拍这种，说摄影师约，然后就那个了，因为他并不是在一个公开场合，所以1对1，你没有听过相关的，可是旅拍我常常觉得很神奇，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1对1去赴约？如果是我就算很有经验了，我也绝对不会1对1去旅拍，因为像那种艺术类型的摄影，他们就会很需要旅拍，因为他们想要的画面是女生可能穿比较少，可是他是真的就是拍艺术，跟那种就是拍色情色欲的那种感觉。可是我有遇过，就是拿艺术，然后来骗人家，但实际是要拍那个，他就是感觉就是在拍艺术的，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在拍素体，然后很美丽同体那种。是有一个蛮有名的吗？我记得。谁？等一下，我嗅到这个八卦的味道，而且他来了，因为他长得很帅，那个摄影师拍过我。然后他拍完我之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其他小模特，然后就跑来密我，就问我说，就是你跟他拍照有发生什么事吗？会不会危险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他拍照没事，但他的名声可能有点不太好，那你可能要自己小心。然后那女生是已婚的妈妈过1个礼拜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跟他拍照，然后就真的打。然后他跟我讲说，因为他很帅，所以他就有点。2个月。哎，我突然想到，之前扣圈不是有那个装监视器的那种？小心的。之前有些摄影，终于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了，我开心了。而且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外拍的民宿吗？还是什么的？好像是水棚的，对，好像蛮多个的，都有装的针孔摄影，而且不是那个摄影棚装的，是摄影师装的，厕所装，放在厕所或更衣室这样，然后等到拍完，他要回去偷拿。对啊，好恶心。但是这种我觉得就比较难防范因为这也不是摄影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是在不熟的人的摄影棚的话，我都会尽量在家里就换好。我也尽量不在那边穿脱。我也是习惯换好再过去。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只是在讲 cos 圈，我觉得走在路上去上公共厕所，有时候也有可能遇到，这真的是大家善良问题。じゃあ署までおとなしくしててね。你们都怎么挑选摄影师？就是如果说拍照我们想要合作比较安全的摄影是怎么来的？口碑行销吗？用朋友用过的摄影？对，看他的使用程度。对什么使用程度？他是不是很常被使用？对，很多人约他，然后都没出事，都没有出事，你就会觉得他是可以的。对，或者去问问看他们相处模式之类的这样。这是最直接的。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都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摄影，那你就先去社团找啊，然后去社团找，开始露手他。就开始露手。自己开发就是直接先花钱请那个出席率很高的那些摄影师，或是那个现在很多不是都有那个付费吗？对啊。其实我觉得付费摄影的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点啦，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工作，他也不会去拿自己的名誉去砸了这个饭碗。那我问题，刚刚你说到人像圈跟 cos 圈，就是听起来啦，就是人像圈遇到怪人的几率比较多嘛，对不对？那 cos 圈你有遇过怪怪的事情吗？不见得是摄影，因为摄影刚才讲的差不多。例如说粉丝呢，有这种怪怪的粉丝吗？其实也蛮多的耶，我觉得有一些。我说 cos 圈的怪摄影跟怪粉丝也蛮多。对，但是氛围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是去场次，我没有见过他是谁，可是他却跟我很熟这样，然后就会突然的在围拍的时候，然后加进来一起的。然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蛮有知道。就他会
会不会看影片？应该不会。没关系啊，就看影片。而且就让他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都不是针对人，我们不针对人，行为啦，是行为真的啦，好吧，如果被戳到的话，那就不要玻璃心，然后改进就好不。要玻璃心，改进就好。OK， 好。就是可能说刚好我们是出夫妻角色嘛，就是自己家酒这样子，然后可能刚好搭到另外一个角色了，然后他就是自己加进来之后，自己带摄影过来，那这个就算了。那他还是开始要告诉我拍什么姿势，比如说他要拍求婚的，他要拍自肥的，然后就开始，然后要我干嘛干嘛之类的。然后像我可能某一个画面是不需要手套的，就要拆掉，然后他那时候是直接帮我拔。你们根本不认识，对不对？就是我可能还在说好，等我一下，我帮你。哦。然后我说，等下这有点太那个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有点困扰了，因为他让我没办法跟朋友认亲这样子。那我就一个人退到10万8千里去，就消失了。然后他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发现我怎么不见了，然后开始肉搜，好可怕，好烦哦，追过来。那你是出什么角色？你那时候那个间谍黄昏，然后你们很符合角色哎，你一直想他一直要去追弃你，对，他其实是在融入那个，他融入的角色，他入戏太深了，他入戏太深了。哎，等一下，天哪，这重要 ，Uber 来了，我去拿回应。喂，我的水饺，你好。哦，我来了，好，拜拜。我的水饺，会录进去了，对不对？这边叫我的水饺。喂，我的水饺，你好，他是叫水饺。来吃这个，我们就来聊聊，就是一些聊聊水饺开心的事情，没有啦，开心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正面，比如说摄影的类型啊，或粉丝的类型是你们喜欢？啊，我以为要就是一直嘴到他。好，给你嘴，你还想推什么？请开始你的表演。还是你有什么怨念？但是有些粉丝的行为，就是我们摆摊的粉丝的行为，应该还是有吧。我就像有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因为我们的场次都会卖互动拍立得，然后有些可能就是拍立得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比较有接触这样，对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 OK， 他是可以有接触，然后就可能会对你更多的触碰。例如说场次的时候，我就有遇过隔着口罩亲你这样，隔着口罩亲你，对，他就隔着口罩。你是有卖互动拍立得？我没有卖这个东西，我想说我没有卖这东西，你卖很合理啊。我我没有卖这东西，那你就看起来像间接接吻，我没有卖这东西，所以那你考虑卖我吗？吓到，我真的当下我就直接 Oh my god！你有遇过吗？像他欧尼说的这种情况？没有哎。可是你有那种比较久了的粉丝，然后他就会就是会想跟你比较亲密一点。我会教育他们，这要教育。怎么教育？你走开。我要来上课，对，不要碰，对，怎么教育？我们都会教育，就是我会说大家都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一视同仁，都不要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不要让我们太为难。哦，但我们可以合照，我们可以做其他或者说什事情。么为了公平？哦，就是他如果说他有一些过多的要求的话，对，我你就会说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每个人都要找我做，那我这样不是很？那如果是像他情况，你遇到你会怎么样？你说亲吗？对，他就要冲上，你已经来不及说那个大家，他就亲上来了。你说加什么？哦，原来他很凶的，那我亲完就跑了，怎么办？我追上去了，告诉我来报警。何？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coser， 他们在做肢体接触的时候，例如说抱抱啊，或者是你说口罩接吻也好，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先问一下对方好不好？就是我可以抱一下吗？我觉得只要有问都还好。你就直接突然冲上去，或者是那就是冒犯。对啊，那就是冒犯。好，那回来我们讲，就是遇到比较开心、喜欢的一些摄影啊或粉丝，你们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粉丝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那种，因为有时候排队不是很长嘛，比较熟的粉丝他可能就说哦，那我看你们还排很多，就是会很贴心，就说那我就先离开这样，或晚一点再过来找你们。哦，比较贴心的，比较然后有一些就会一直18字这样，只要不要一直我觉得贴心的很好。对，只要不要一直赖在摊位上的粉丝，我觉得都还蛮让我喜欢的。对，因为有时候摊位人排队很多。对啊，有些人就是会想要占用你多一点时间，但那可能就会导致后面排队的人潮会越来越恐怖。我好像没有资格讲这个对，你话题，就是那个占用，他是占用粉丝时间的那个。对，我是占用粉丝时间的那个，粉丝都要走了，我就说你要走了吗？我还没聊完。粉丝也看起来就没有话可以讲了，然后马上开始了，机关枪。然后粉丝开始社恐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噼啪啦，然后粉丝就惊恐老鼠。大家是现在在表我吗？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开心的事情，我们又开始讲我。有，我开始练习话不要那么多。可是我懂，就是你知道很想要聊天的这种感觉，因为毕竟你说不定粉丝其实没有那么想聊天。对，来不是跟我聊天吗？不知道要干嘛？他就只是想要跟你拍个拍立得，然后
后就想要你的签名，然后很高兴认识，他没有想要跟你离那么近，而且有些粉丝就真的想要跟偶像有一个距离，比较美的，对，比较美，他就是毁了美的那个距离，完全没有美。我这一集播完之后，我会重新，我会把之前的影片都删掉，然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设。你酸了吧？那你们有遇到让你们有感动过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有些粉丝真的很贴心，就是贴心到他们可能看到我们热或是累，然后不用讲，立刻就有喝的、吃的、毛巾的、电风扇，就什么都来。对，然后来之后也不带酒，东西放了就走。这题还是你妈哎，这不是粉丝哎，这题还是你家长，他就是很会进退啊。我觉得有那种就是会观察的，会观察你喜欢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就是送你那些东西。你看起来喜欢钱啊？对，是我是蛮喜欢钱。例如说像我喜欢韩团，然后我喜欢 Stray Kids，送那种就是那种专辑啊，或者是烧卡。我跟你讲，我真的收到，对，超贴心，对不对？就是真的，这个人才懂。那我现在要说，请送我蹭饮用的东西。不是有，他可以送。现在不是你们许愿的时间，我们现在练。好，那既然你们都讲了，那我就突然想问，你们最喜欢收到粉丝送你们什么，或者是可以讲最不想要收到什么东西？卡片，我超喜欢收卡片。哦，我也是，卡片超棒，每次看都觉得好感动。对，我自己也是最喜欢收到卡片。然后，如果我收到最困扰的东西，可能是糖果饼干比较不需要。糖果饼干其实比较对我们来讲比较不需要，因为我们平常也比较少吃这种甜的，就我跟小姚。而且你记得前几天，而且最近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呼吁糖果饼干吗？因为台湾前阵子不是发生那种会场散发毒糖果的事情，虽然是假的，对，有，但的确是有这种可能。对，之前好像有听过有人就是恶意送那种，比如说饼干或蛋糕还是什么的，在里面放玻璃，是真的，是真的。对，这个有听过，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有黑粉，假装是粉丝，他黑粉哦，他送了一个 coser 蛋糕，然后里面放好像是真还是碎玻璃，然后人家是吃到，然后刺到嘴巴里面都流血。那我也觉得呼吁就是收到这种食物的大家，就是尽量也是要看一下说那个食物是真的安全的，这样不要说食物就变确认是谁送的。对。其实我觉得粉丝也不用准备什么东西，只要你来，然后你说真的很喜欢你，然后对，然后花点钱就是支持我们卖的东西。对，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创作者。对，我也很喜欢收到画，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些人手绘的嘛，手绘画你啊，或者画小东西啊，我超喜欢手做的东西。我觉得手做的东西应该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口者，只要是人都蛮喜欢，因为很有心啊。对，很有心。今天我觉得聊的超多，从那个抱怨大会，没有，前面是抱怨大会，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看到的时候，能够从我们这种闲聊之中，获得一点点的帮助，这样子，包括说之前一些我们的经验啊，或者是说自己去外拍，千万要小心，场次上面的时候呢，一定要自我的衣服各方面要保护好。然后如果说遇到怪怪的人呢，就要勇敢说不，就是如果不敢勇敢说不的，还有一招，你假装忙装忙，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我接他电话，喂，然后就飘走了。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自己真的吃亏了怎么样，要勇敢说出来。然后真的遇到什么事的话要报警。对。然后场次上面呢，遇到喜欢的 coser， 当然就是鼓励大家勇敢去接触他，但是也是要注意，就是 coser 跟对礼貌，人与人的距离。对。那今天谢谢玄子。然后如果说在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大家有对于哪个部分可能是特别喜欢的，或者是你还想要再知道的，或者是大家只想单纯找玄子聊天，那我们可以找玄子来直播干嘛的？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喜欢我的频道要记得按赞，然后留言，开启小铃铛，订阅，还要分享。好，谢谢大家，拜拜。